金地天盟主和九大副盟主不再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化作10道璀璨的流光，直冲向神日中的金色光瞳。他们的身影在光与影的交错中逐渐消散，仿佛步入了另一个未知的世界。因为谁也不知道那金色光瞳中究竟是怎样的一方世界，也不知道他们能否成功顺利在其中淬炼10年，突破如今的境界。在金地天盟主和九大副盟主的身影消失在神日的金色光瞳中后，那位神明的目光转而落在九大神祭司的身上。他们身着华丽的长袍，手拿法杖，脸上却是前所未有的严肃。你们也一同进去吧，10年之后大宙的格局将会发生变数，届时大宙中堪称小宇宙的神藏也将会降临万界，到时候肯定会引出神界与世界中的那些存在，你们也务必突破大道主神的领域，因为在神藏之中有一物也将会跟随降临世界。神明话语中透露出对九大神祭司的厚望和期许，同时也期待着神藏的降临。神藏终于要降临万界了吗？听到神藏降临万界的消息后，九大神祭司宛如打了鸡血一般，他们的体内血液激烈的沸腾起来。没错，原本估计还需要100年时间将会降临，可是这一次有了守恒天道经引动其中的天道之源，将诸神万界的变数彻底改变，从而加快了神藏降临的时间，而其中跟随一起降临的那一物，正是我最为需要的最后一步。原来这一次神明让金地天他们亲自夺取来的守恒天道经，竟然可以让诸神万界的变数改变，其目的就是要让那所谓的神藏加快时间降临万界。至于他所说的那一物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只有等到10年后的神藏降临万界时，才会知晓其中的一切。而一旦神藏降临万界，整个大宙中除了诸神万界的那些神奇强者之外，还会引出神界域中的那些更为强大又神秘的恐怖存在。这也将会是一场能够轰动整个大宙的大乱动，因为所有的神奇强者都会纷纷现世，只为等待神藏的降临。九大神祭司齐齐点头，他们的面容庄重而坚定，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他们虽然不明白为什么神明大人要让诸神万界的变数发生改变，提前让神藏降临，但他们也隐隐知道，似乎神明大人正在准备谋划着什么，连他们都不曾知晓神明大人真正目的。但是这也不是他们所要操心的事情，只要听命于神明大人的任何命令就可以了。神明大人，有了守恒天道经和神日的力量，10年内我们突破大道主神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九大神祭司的心中也非常的开心，至于神藏乃是他们非常梦寐以求的最大机缘，届时神藏降临，其中的宝物更是外界都没有的存在，只要获得其中的任何一样宝物，都能够再一次让他们突破更强大的修为境界，甚至还会让自身的全方位得到急速的升华。好，这10年时间，你们就在神日的世界中好好淬炼修行。神明对神日中的世界有着绝对的自信，原本那里是他专属修行的世界，但现在有了守恒天道经，那么他便将自己所培养的这些人给予他们一次提升实力的造化，这对于他10年后在神藏中有着提升一些把握，在那些来自神界域世界的主神都能够脱颖而出。当然最为重要的就是守恒天道经，只有他将其中的能量占为己用，不仅可以恢复自己受损的神格，同时还能够获得天道之源，到时候即便是那些来自神界域的那些强大主神也难以拿他有办法。神藏中的那一物必须是他的。九大神祭司相视一眼，彼此间的默契无需言语。神明大人，那么我们就先行进入神日之中了。他们深深吸了一口气，齐声音语，声音在这片浩大的天宇中回荡，如同古老的咒语，承载着使命与责任。随后他们化作9道耀眼的光芒，也冲向了遥远高空中的神日，并且消失在了金色光瞳之中。见到金地天盟主和九大副盟主以及9大神祭司统统进入神日中之后，神明的目光缓缓收回，天宇内恢复了宁静。然而这份宁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氛围，10年之期如同一把无形的钥匙，将开启一场波澜壮阔的史诗之战。神明的双目如同深渊，无尽的岁月在其瞳孔中沉淀出凝重的光芒，那目光如利剑直刺下方的守恒天道经，晶莹剔透的守恒天道经在神明的注视下似是感应到了什么，泛起层层涟漪。神明的嘴角微扬，喃喃自语，声音虽低，却回荡在这片虚空中，充满了无尽的沧桑与喜悦。千万年的等待，千万年的痛苦，在这一刻似乎都凝聚成了即将实现的希望。我受损的神格终于得以修复。神明的声音中透露出一股难以言喻的欢愉，那是经历了无数痛苦与折磨后的释然，是漫长黑暗尽头的一线光明。因为一旦自身的神格受损，那对于自己本身将会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守恒天道经，接下来就让我夺取所谓的天道之源吧。突然间，神明宽阔而神秘的胸膛中爆发出一束耀眼的神光，他携带着浩瀚的神明至上之力，直接向守恒天道经射去。他的神光如同破晓的第一缕曙光，璀璨夺目，瞬间将守恒天道经包裹。守恒天道经在那道神光的包裹下，
它的表面泛起更为强烈的涟漪波动，似乎在抵抗着神明的这道神光。守恒天道经，这么不喜欢我的神明力量吗？不过现在你可不在那方国度之中，你的反抗根本毫无作用。神明的怒火在虚空中凝聚，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威严与决断。他的声音如同雷霆贯穿云际，带着至上的威严和不容反抗的命令。神明至上，9天之力。话音刚落，神明的身后无数星辰汇聚，形成一条璀璨的9天银河。它的光芒如同实体般耀眼夺目，仿佛是神明力量的化身，无边无际，深邃而神秘。神明的力量此刻如同潮水般汹涌澎湃，那是对一种神权的绝对信仰与渴望。他的姿态在这一刻显得无比高大，仿佛是一位真正的9天之主。守恒天道经，你是选择顺从，还是被我强行融合？神明的声音如同雷霆般在天地间回荡，那恐怖的气势不可阻挡。那颗守恒天道晶石在神明这能爆发的力量下发出微微的颤动，仿佛在诉说着不甘与挣扎。守恒天道经内蕴藏着天道之源，它曾是那方国度的守护之物，承载着无数生命的意志与信仰。然而现在，面对神明这股至上的浩瀚奔流的力量时，守恒天道经似乎陷入了无力反抗的境地。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离开了那方国度，不然守恒天道经可不会这般轻易就被神明触碰，甚至想要将其中的天道之源占为己有。神明身后的9天银河之中，每一颗星星都像是一个微小的世界，在神明的掌控下，它们散发着神圣的光芒，仿佛在诉说着神明的力量神圣不可侵犯。但即便如此，守恒天道经依旧在神明这股力量面前显得异常顽强。它的光芒虽然变得微弱，却坚定地闪烁着，仿佛是在诉说着自己不屈的意志。整个天宇世界中瞬间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对抗气息，神明与守恒天道经之间的张力让这片天宇世界都似乎在颤抖。神明眉头紧锁，他其实非常的清楚，想要彻底融合守恒天道经中的天道之源并非易事，这是一场关乎神明与天道之源的较量。轰！就在这时，守恒天道经突然爆发出一阵刺眼的光芒，那是他在最后的抵抗中所展现出的全部力量。神明面无表情，但眼中却流露出一丝惊讶，他没有想到这块守恒天道经在离开了那方国度后，还能在他的面前展现出如此的坚韧程度。神明至上，9天之力，天道之源，我们的命运将在此刻彻底的交汇融合吧。神明的话语简单而有力，他也准备用自己真正的力量去强行融合守恒天道经中的天道之源。这一刻，连周遭的空气都在为这震撼无比一幕让步。神明身后的9天银河缓缓旋转起来，银河中蕴含的一股浩瀚磅礴的能量开始尽数对着守恒天道经笼罩而下。刷刷刷，9道璀璨的神光宛若天地间最为绚烂的焰火，突然从9天银河中奔腾而出。它们汇聚成9道盘旋的游龙，各自散发着耀眼的神光，在天际划过一道道瑰丽的轨迹。这9道游龙灵动非凡，它们腾挪跳跃，相互缠绕，形成一股强大的吸力，仿佛要将周遭的一切都卷入其中。当9道游龙冲向那块守恒天道经时，守恒天道经的表面竟是开始出现一丝丝的裂纹，仿佛是被一股无形的浩瀚力量所冲击。而这就是神明的9天之力。随着9道游龙撞击在守恒天道经的那一刻，守恒天道经的震动愈发剧烈，仿佛整个天宇世界都在剧烈的发生震动。轰轰轰！守恒天道经中的天道之源与9天之力激烈的碰撞，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光芒与震荡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既壮观又恐怖的场景画面。然而，这一切的激烈对碰也不过是外面所见的冰山一角，而在守恒天道经内的对碰，远比外界看到的更为的激烈，里面已是末日景象，空间扭曲，时间混乱，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却足以撼动任何一方的天地。9天之力与天道之源的对抗，就像是两个至上的存在在进行一场关乎宇宙命运的史诗较量。神明深知，若想彻底压制守恒天道经中的天道之源，再与之融合，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这需要耐心和毅力，以及强大的力量，需要不断的磨合和掌控，让9天之力与天道之源逐渐和谐，直至最终融为一体，从而获得更为强大的力量。不过，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如果一不小心，那么就会被其中的天道之源重击殒命，甚至还会被自己的9天之力所反噬，结局一样的惨重。但是为了10年后神藏的降临，为了夺取那一物，为了修复自己的受损神格，他必须要经历无数的生死磨难，以及对两股力量的精准掌控。只有坚持下来的，方有可能让天道之源和9天之力磨合出平衡的那一刻。随着时间的流逝，守恒天道经开始更为剧烈震动起来。这震动带起的能量波动，如涟漪般扩散至整个天宇世界，扭曲了四周的光线，